准备开始。我刚才听同事介绍说，是您作为其中提出建议的这样的一位专家。当时您做了什么样的研判？因为这个决定不是个小决定，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春运的背景之下，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一个建议？我呢非常关注这个武汉的感染以及全国各个省的感染情况。如果各个省感染的情况呢，看来呢，这个武汉出来的人导致了各个省感染，不仅是一代，可能有的省都已经产生了第二代的感染，这是非常危险的如果再继续扩大的感染，如果其他的省没有控制牢，也像武汉那样蔓延，那可对中国的经济社会损失会很惨重的，对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的保障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程度。国务院很快的把这个传染病这个设定为一类传染病，但必须按照甲类传染病管理，就是按传染病法认可的这种方法所以只有严格的控制传染源，才能让传染病不发生大流行。这个从科学的角度来说，这是绝对应当这么做的。但是要不要去考虑现状？如果把这个现状也考虑进来的话，您会在做这个建议的时候心里有多？所以说做这个决定，这个国家也是非常慎重的如果要厉害一点，估计早几天就割掉了。为什么？但是这个也要考虑一下，就你讲的这个问题，你说要慎重考虑到人什么什么，所以才观察了几天，但看来不行。现在全国20几个省都有输入性的病人，所以必须采取严格的措施，才能控制这个疫情，否则可能还会继续蔓延。那在等待的这几天，您心里什么滋味啊？我天天在观察各个省发病的情况，如果一旦各个省有第二代病人，我再继续就武汉出来的人还在传给其他人，那就必须控制武汉出来的人。因为这刚才我们说了，科学越早越好，但是现实是赶上春运，这是一个平衡，也是一个科学。太早了，这个当然是最好，但是太早了，你要想到老百姓，想到方方面面社会政治，但是毕竟是个重大社会问题，对吧？一个重大的决策所以观察几天，这也是应该需要的。有办法，这个办法已经是国家采取了最强硬的办法了。那这个武汉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就是他们要隔离多久？就是新发病人明显减少，甚至这个新发病人没有了，那肯定可以解除了。武汉毕竟1000多万人，大多数是没有感染的。控制传染源、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有关人群，这3句话对这个传染病爆发的时光是非常重要的。